好，接下来我们看这门课的第一门小语言 Tiny Language 零。我们看到，我们首先给出它的一个 concrete syntax，也叫具体的语法。这个具体的语法呢，是以 BNF 的形式给出。我们看到它的第一条规则是，要么是整数，要么是这个表达式加上这个表达式，或者是这个表达式乘以这个表达式。最后呢，会有一个括号来确定这个表达式的优先级。这是这门语言的一个具体语法，我们基本上可以一对一的翻译成它的一个抽象语法。对于第一次接触到 RESTful 语言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陌生，我们可以一行一行的过一下。首先呢，第一行 type rec expression 定义了一个类型，它叫 expression。这个 rec 呢是 recursive 的缩写，表示这个类型它是一个递归定义。然后跟那个 BNF 上面对应的，我们第二行是一个 CST_int，就是那个具体语法的 int。然后第三行是 add expr 对应的具体语法的 expr 加 expr。接着是 mul 对应的具体语法的 expr 乘以 expr。注意到这个抽象语法呢，它比那个具体语法要稍微简单一点。比如我们不用再考虑这个优先级了，这个括号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是个数结构。所以说呢，抽象语法是比具体语法要简化一点的。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其他语言，比如说 Java 来表示这个抽象语法树是非常复杂的，就相对于 RESTful 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门课的教学语言是用 RESTscript。我们看到这里面，如果在 Java 你要表示这个抽象语法树怎么表示呢？首先你要有一个 expr class 定义的这是个表达式，然后呢，我们针对每一个抽象语法树节点呢，会要定义一个 CST 等 Java 来继承于那个它的根节点 expr 节点。同样的 add 也需要，然后 mul。这样的话，如果你将来我们要每次要添加一个抽象语法树，就需要增加一个 Java 的一个类，而 RESTscript 只要用一个类型就可以把它描述完了。就是 RESTscript 这门语言呢，非常适合于描述抽象语法树结构，它就基本上等价于把 BNF 一对一的翻译成抽象语法树，然后以一种前缀的形式来描述这种中缀的具体语法。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门 Tiny 语言的一个解释器啊，我们看到上面的是它的一个类型定义，刚才我们已经过了一遍。同样的，下面是它的一个解释执行，我们来一行一行过一下。看到第一行代码 let rec eval，这 rec 呢也是一个 rec，还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是一个 recursive 的意思。然后我们定的 eval 函数，它的参数是 expression。我们看第二行代码，我们根据这个 expression 呢进行模式匹配，就跟我们小学的时候学的那个数学归纳法是一样的，就是进行一个类的分析。如果它是第三行，如果它是一个常数，那么我们就返回常数。如果是 add a b 呢，我们就先递归的 eval 这个 a，就假定 a 已经算出来了，然后再递归的 eval b，把这两个结果进行相加，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这 mul 呢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这个 eval 呢，就基本上就定义了我们的这个 Tiny 语言它的一个语义。但是呢，因为这个语义的定义啊，它是跟这个语言是强绑定的。就比如说，用户他必须要了解这门语言，他才能读懂它的语义。这样的话，就给大家的交流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数学的家呢和逻辑学家他们就发明了一套数学语言来形式化的描述这个。这样的话，大家用同一套语言，便于交流。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能第一次看到这种表达呢，会有点很多困惑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读懂这种形式化的描述呢，对于我们阅读论文就和大家交流，特别是进行一些专业交流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说这个数学语言呢，首先我们要给出各种定义，我们给出我们那个语言的一个形式化的定义，比如说这个 term 就是我们的表达式，所以我们用类似于 BNF 这种表示方式。term 呢，它就定义为要么是一个常数 CSTI，或者是 add 112，或者是 mul。然后我们这个 term 呢，它计算得到一个 value，
value 它就是一个整数类型。注意啊，我们这里的 I 呢就是一个整数，我们暂时不考虑那个溢出的问题。这样给出了 term 和 value 这个定义呢，我们定一个关系，就是说这个胖箭头呢，这个 CSTI 胖箭头这个往下的胖箭头 I 呢，是表示个二元关系。我们根据这个关系给出几条准则，比如第一条准则 eConst 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常数始终计算得到 I。同样的 eAdd 它是说，如果这 eAdd 这个规则呢，它上面是起个前提，下面是它的推出的结果。如果 EE 计算得到 VE，ER 计算得到 VR，那么 add EE、ER 就可以计算得到 V1 加 VR。mal 和 EE 和 add 基本上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往下的这个胖箭头呢，就表示一种二元关系。这是我们作为数学家呢，他有一种习惯，把它用一种中缀的表达式来写出来。但是理论上你是可以，比如说这个 relation 呢，我们说eval 可以用一个这种前缀的表达式来表达，和这个是等价的，有 e 转到 v。只是呢，数学家觉得这种 notation 它可能写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自然就会读懂更好读点。但是它对初学者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初学者可能觉得 eval ev 呢这种前缀的更好读一点，但是如果你习惯了以后，会发现这种中缀的呢可能更可读性高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二元关系，就 eval 的二元关系，用胖箭头向下来表示。CST42 它的和42是这个计算得到42，同样的 add CST3、CST4 计算得到7，这是我们定的二元关系。然后 inference rule 呢是根据这个是一种简洁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语言的性质，它的箭头上面呢是它的前提 premise， 然后它的横杠下面呢是它的结论。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说 add CST1 CST2，这个是3，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需要一个推理过程，它的上是它的一个前提，我们根据 CST1 得到 CST2 得到2，那么这个 add CST2 它就得到一个1加2等于3。这个右边呢，它是一个数学 object，OK，所以我们看到这个inference rule 呢，它这个模板是可以被一个具体的来实例化的，就是我们刚才给你的举了个例子。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呢，叫做 proof tree。我们刚才只用了一条，如果你用了很多条规则的话，串联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数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看这样一个计算啊 ，add CST 还是我们刚才例子 CST1、CST2，它是计算得到3，对不对？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个关系呢？首先，我们根据一个公理 CST1 它是得到 e 的，对不对？然后 CST2 它是得到 r 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两条规则呢，然后重新实例化 eadd 上面呢是 eCST，这样我们就得到 add CST1、CSTR 3。我们看到它这里就是个二叉树结构啊。这个本身可能第一次大家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它只是用一种数学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比较本能的一个直觉，可能需要学生们进行一定的适应，就会更加理解这个规则啊。那我们这个解释器它有什么问题啊？大家看到这行代码，这里 add a 和 b， 它是用 eval a 加 eval b， 这个东西是很难翻译成一个汇编语言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个 eval a， 它是有个结果，它放到哪里？如果用一个低级语言是很难描述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RISC-V 是没有看出来呢？因为这个算法它隐式的使用了这个 RISC-V 宿主语言的一个占，这种递归调用呢是不能被汇编直接解释执行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法呢，它本质上它的临时变量呢，使用了宿主语言的占。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语言 lowering 到一个更低级的语言，然后那个低级的语言它是不需要使用宿主的占的，它是可以直接的翻译成汇编代码被执行的。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低级语言，看到上面呢给出了这个低级语言的一个定义啊，它的第一行是这个 instruction，这个 instruction 它是就是我们说的指令集，它指令要么是一个常数 cst_int， 然后要么是一个加 add， 要么是一个乘。我们看到这个 instruction 呢，它是没有了 rect 这个关键字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这个指令集呢，它已经被线性化了。这个被线性化的指令集，它是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的 strS 就是表示是一个指令集流，就 list instruction 是一个指令集数组，就相当于我们计算机语言里面的一段代码段。然后这个指令集呢，它是用来动态的操作一堆操作数的。第三行我们定义了这个操作数，它的类型呢就是整数。当然，如果我们是在工业语言，它就是一个 word， 就是一个字节的宽度。这个 stack 呢，就是一个 list of word， 是一个数组，一个这个操作数的数组。我们定义好了这个指令集和它的操作数以后，我们现在定义它的一个语义，非形式化的定义它的语义啊。这里我们定了个 eval，eval 呢，它是两个参数。第一行代码里面看到它的左边的参数呢是指令集 instrs 是一个指令集，然后右边呢它是一个站。这个 eval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指令集和这个站的一个状态转移函数。我们第二行对这个指令集和站进行模式匹配。我们看第三行，首先我们看这个指令集，如果指令集的当前代码段是一个常数，那我们就把这个常数进行压站。第四行这个 i， 大家可能第一次接触到 REST，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list， 这个 list 就相当于一个一维数组。第三行的 list 呢是一个模式匹配，看到它的头部如果是个常数，如果它的后面跟着一个 rest。暂时不考虑。那我们在第四行里面就把这个头部 i 给压站 ，eval rest， 然后把 i 进行压站。我们看第五行，如果它的当前的指令集呢是一个 add，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这个站呢，它必须要至少有两个元素。我们把这个两个元素进行弹站 ，a 和 b 进行弹站，然后计算一个结果得到 a 加 b， 然后重新压站，就 eval rest 这个 list a 加 b， stack。如果是乘呢，第七行是乘的话，就跟加是基本上是一样对称的。如果任何其他状态都是一个错误的状态，第九行错误的状态，这个东西怎么保证呢？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来保证。如果你的编译器啊，你的上层的语言经过类型检查，它是没有 bug 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第九个这种非法状态的。就说你的编译器是可以保证不会出现第九个状态。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字节码上进行验证，比如说我们的 WebAssembly， 它通过给这套虚拟的指令集呢加一个类型系统，然后在你的解释执行你这套指令集之前，进行一个快速的验证，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这种第九个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val 呢和我们之前给的 eval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 eval 虽然也是 rec， 也是一个递归函数，但它这里是一个伪递归。我们后面会介绍到这种伪递归呢，其实就是一个 while 循环。所以这个虚拟机的解释执行呢是很快的，是可以直接被 CPU 通过一个 while loop 来执行掉的。好，我们前面给出了这个虚拟机的一个非形式化的语义啊，现在我们同样的也给出它一个形式化的语义。这个虚拟机呢，它有两个数据结构。一个是指令集，我们用 C 来表示；另外是个站。指令集呢，它是一个不可变的，就是我们的代码段。比如你 C 加编译成一个 exe 文件，那个是不可变的。然后这个站呢，是个动态的空间，在我们运行的时候会随着这个代码的执行变化而变化。这个站它有两个操作，一个是 push， 就是我们常说的压站；还有一个是 pop， 就是我们说的弹站。好，现在我们给出这个站式虚拟的转移函数啊，我们首先给出这个 code 的一个形式化的定义，它要么是一个空的 optional 空的指令集，要么是在原来的指令上来加一条指令。然后 stack 同样的道理也给出了一个形式化的定义。现在我们给出它的三条状态转移函数。我们看第一条 icst， 如果这个当前的指令集是一个 csti， 我们就把它进行压站。对于 iadd 呢，如果当前指令集是个 add，
那么它的站上呢必须有两个操作数 n2 和 n1，我们把它弹出来，然后进行 n1 加 n2 进行压站。imile 和 iadd 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这个状态转移函数呢，是从一个站和指令集的配对转移到另外一个站和指令集的配对，这是可以有很多步的。经过一个很多步以后，就是一开始我们说它初始状态呢，指令集呢有 C， 它的站是空的。我们看到这个图啊，然后经过很多步的状态转移以后，这个指令集已经完成了，它的当前的站只有一个元素是 v， 那么就说这个代码计算完成 ，C 得到 v， 这就是这个虚拟机的一个形式化的语义。好，我们给出了它的一个形式化的语义，那么怎么把我们的高阶语言编译成这个指令集呢？下面我们给出它的一个算法。这里有一些notation 呢，是一个标记呢，是一个常用的一些术语啊，给大家先普及一下。这里面的两个括号呢，它是一个编译，就表示一个编译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条编译规则，如果它是 CSTI， 那么我们就直接生成一个 CSTI 的一个指令。如果是 add 呢，112，我们递归的编译，我们先把1编译完了，然后把12编译掉。它两个指令集进行拼接，最后我们再放一个 add 指令集。这个 mul 的算法是一样的，1编译完，12编译完，再 mul。这个东西我们看着好像是对，但怎么去证明这个编译过程是对的呢？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这个站平衡性质。什么叫站平衡性质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个 expression 进行编译，对吧？我们对一个 expression 进行编译。它最后的进行它的动态解释执行的结果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初始的站 stack， 它解释的结果就是说 s， 它初始站是不变的，然后只有一个结果是放在这个站点。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个我们的编译过程是对的，可以用到这样一个性质。这个怎么证明呢？就是要按我们的小学的时候学的那个数学归纳法，可以保证对它进行每个进行分析，来证明这个规则是不是对的。我们看 CSDI 这个显然是满足的，因为你像我只是把一个 i 放到站里，对不对？这规则是显然满足的。如果 add 112呢，它是怎么满足的呢？我们看这个，假如1满足了，1的编译满足了以后，它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进行编译以后，它的动态的执行结果是把1的结果给放到站顶，然后12编译完，它执行它的结果是意味着把12的结果放到站顶，对吧？然后我们操作 add 指令，就会把它变成1加12放在结果。这是什么证明呢？就是说，如果你1编译是对的，12编译也是对的，那么 add 112它编译必然是对的。我们用同样的原则可以分析这个 mul 呢，它也是如果1编译是对的，12编译是对的，那么 mul 112它的编译也是对的。所以这就是用到我们小学时候学到的一个数学归纳法。如果它的一个子条件证明编译都是对的话，那么它的复合的编译就一定是对的。如果它的这个问题的规模呢，可以越来越小的话，那么这个编译的过程呢，它就是正确的。刚才我们给出的是一个比较直觉的证明啊，如果我们需要给它留一个形式化的证明，这样会用到一个叫 Coq 的工具来进行机器证明。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编译的过程。我们首先给出的第一个解释语言的那个 eval 呢，它是隐式的使用了这个素数语言的站，而我们的站式的虚拟机呢，它是直接的显示的来操作这个站。通过这个编译的过程，我们把它的递归这个性质呢，从运行的时候挪到了编译的时候。编译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了递归函数的，但是我们运行的时候是没有使用递归函数的。然后我们给出了两个语义，一个是高阶的语义，就是说这个胖箭头1、胖箭头 v， 它是一个解释的执行的语义。然后我们还给出另外一个语义，就是说我们先把它编译1进行编译，然后再动态的执行得到 v。第一种呢是一种高阶的语义，这个叫 big step operational semantics， 在英文里叫就是一个我们只是 high level 的定义了它的这个1会计算到 v， 至于它怎么计算过去呢？
是由执行者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给出 E 和 V 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没有给出它的 evaluation order。而我们给出了一种更高效的执行方式，是先在一进行编译完成以后，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算法。这个迅疾的执行算法呢，我们一般叫做 small step operational semantics，就是它这个小步更精确的具体怎么执行。但是我们只是直觉的觉得这两个东西是相等的。如果是在一个比较严谨的系统里面，需要用一个形式化的语言来证明这两个是等价的。好，我们刚才只是给出了一个这个编译的一个形式化的算法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留第一个作业，就是说，怎么把这个编译的算法呢，用一个非形式化的语言来实现掉。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堂课，谢谢大家。